我们来解锁韩亚航空的 A380，而且是商务舱，另外在加钱选的位置是假头等哦。Business Suite 的位置就是假头等的位置啦。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旅程，我们将要飞的是 OZ71仁川飞往台北，今天是2025年4月23号。那我们记录一下，因为 OZ 快走入历史喽。那这380之后也搭不到了，380真的是赶快找时间体验呐。380的话，标准的3个空桥这边也都有的。我们现在看到3个空桥就很明显，这个通往1楼前面，这是1楼后面，然后那边上2楼的空桥，所以1楼、1楼、2楼。3个空桥，那楼上的商务舱的话就是普通商务舱了。那我们今天是有特别加价选的是 Business， 然后是 Row 1到3这个位置。那韩亚航空现在其实没有在特别贩售这个假头等了，所以你如果搭商务舱一定舱等以上的话，加价就可以选这个假头等的位置。那我觉得来体验一下是很不错的，对，毕竟这个机会可能也不多了嘛。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趁这个机会，还有飞台北的时候还在，赶快来体验一下喽。好了，我们现在就在韩亚航空的商务套房啦，假头等舱上面了。那目前还没有其他旅客，我们赶快环顾一周。对，中间的位置的话大概是像这样，所以这个的话总共这边的话是有12个位置，12个这个假头等的位置。对。那我今天座位是1A， 这是我的位置。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座位的构造。那最右边的话，在这边有一个制衣的架子。那这头顶是没有置物空间的，所以要放东西的话，然后前面空姐可以帮你放。那这个荧幕的话，以头等来说，我觉得，其实我今天这个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讲，我还是叫它头等好了啦，因为这不是商务规格，但是你头等来说就是勉强可以。然后前面的话，这边是有一个。也是置物的小台子，对，这个置物是蛮深的，可以放蛮大的东西。然后在这边的话，就是萤幕控制器可以从这边控制。然后在这后面还有一个置物空间，也是蛮深的。然后这边有一个 USB， 然后一个耳机孔。然后在右边的部分的话，就是有一个这个座椅调整机器。我们点开来看，大家发现了没有？你看上面的字写什么 ？First Suite， 就这个。本来是要真的做头等舱的啦，头等可能真的卖不出去，后来就当商务卖。然后他们后来的做法就是，你当商务舱，然后不是最便宜的那个特价舱等的话，你可以另外用加价的方式，用选位，它等于收一个选位置的费用，你就可以坐在这边。不过餐食跟服务都是比照商务舱的服务，对，等于就是一个加价一个更好的位置的概念。380里面的空间感还是很好啦，因为毕竟380就是大嘛，所以这个空间感还是很不错的。飞机空间大，里面能玩的花样自然就多了。那看到这个，哇，这个厕所空间就是真的蛮宽敞。不过其他间的380的头等的厕所就真的更厉害啦。对啊，那这边的设施是这样子，大家看，怎么没看到马桶呢？就是像这样，就是2个座位，所以你要使用的时候就要把这个座位这样子翻起来，就像这样子了。对。所以你把它盖起来的话，就可以坐在这边。这个就不能动了。对，它等于是一个座椅，然后一个马桶。那备品的部分这边用的是欧舒丹，然后有牙刷，有这个 mouthwash。哦，这是什么啊？哦，梳子哎，它给的是梳子。380的厕所就真的是得力于空间啦。对啊，所以这个也不是说韩亚航特别厉害，是380的厕所基本上商务以上的都不错，因为空间感真的是很大的。不过12个头等舱配1间厕所，好像真的是有点少。对，因为像新航的话，它那个才6个位置，就配2个厕所，所以这个厕所比例来讲，我觉得是偏少了一些。那我们就利用起飞前的时间，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个到底要叫头等还是叫商务套房这个尴尬的问题好了。我觉得可以拿来做互相对比的是马航。马航的话，在 A359 上面也有类似的设施，就是在它359前面有4个位置叫做 Business Suite。马航以前也是有提供头等的，在380上面。不过马航后来就是把380全部都退役了。还好那时候马航380退役之前，我有搭过1次马航380的商务来回，就是从吉隆坡到伦敦。对，那次也是很有趣的体验。总之啊，这个380就是之后真的会持续营运的航空公司应该不多了。那这个机型也是
时代的眼泪啦，对，它真的是里面空间感巨好，就是这大嘛，真的是很宽敞很舒服，然后那个楼梯啊，就真的是为什么还是这么多人缅怀747那个皇后，就是为了那个在飞机上面可以走楼梯的感觉就是爽嘛，就是有个2楼这样子，然后380的话就更宽敞。可是真的是蚩尤怪兽，然后加上不是这么多航线能够 serve 380这么大运量，所以能使用的航线会越来越少这样子。所以马航当时380退掉之后，那它359有做那4个位置，可是后来也不当头等舱卖了，就叫做 Business Suite。那韩亚航这个情况是类似的，你看刚刚这个面板上面明明写的是 First Suite， 它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是以头等去设计，因为大韩有头等嘛，那韩亚航作为竞争对手，自然不能落于人后，所以韩亚航就是有做头等。可是大家也知道，就是说这12个位置啊的这样的头等，其实真的要卖头等的价格，我觉得愿意买单的人应该是不多啦。对，因为毕竟他们的服务上面跟你说跟日籍啊、跟新航比，我觉得真的还是不能比。所以后来就变成，它疫情之后也就没有再当头等舱继续的贩售，那就是改用我刚刚说的模式，就是你今天如果买一张商务舱的机票，那你不要买那个最便宜的舱等。对不起，那个星空联盟的舱等我背不起来，对我只熟 One World 的舱等而已。反正你不能买那个最便宜的特价票，那个特价票买下去的话，你选位置是没办法选1楼这个位置的。那你一般的票的话，你就可以选1楼这个位置，那就有个加价的费用。那台北线因为短嘛，所以那个加价费用我觉得还可以接受，所以我觉得还体验一次，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毕竟就是要走入历史的商品了嘛，之后也达不到了，就花一点小钱就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产品，那我觉得是可以的啦。对，那今天这个走进来的380的 feel 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就是 spacious， 就是很舒服，对，就这样的感觉。那所以现在这个就是你可以不用头等舱的价格，你就可以体验。那你如果搭的是首尔到洛杉矶的话，长城线也是可以加价选这个位置，只是那个费用可能就多一点嘛，因为毕竟长城线。所以就帮大家介绍完，科普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不知道是头等还是不知道是商务的这样奇怪的产品 ，Business Suite。其实你硬要类比的话，星宇的那个头等，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讲说星宇那个叫假头等？很多人这样说，就是因为其实那个位置就跟马航的 Business Suite 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这一个头等，对不起，这个假头等至少它还是独立的一个区块，后面跟经济舱是隔开的，然后有专用的厕所，整个是独立空间。星宇那个大家知道吗？就是连我上开玩笑说，就是他连那个遮羞布都没有，他连头等跟商务那个帘子，连个帘子都没有，他没有墙壁，连个帘子都没有。那厕所也共用，所以那个就真的是很多人叫它假头等啦。不过我想大家就可以看我星宇航空那一集头等舱，其实我做蛮多我个人的阐述，我还是认为呢是一个很棒的产品，而且对星宇给予肯定，因为毕竟愿意做这样子的投资，对我还是给予很大的肯定啦。对你如果想真头等，就是完全独立隔间，然后独立区域，然后真的完全整个头等的话，那世界上这样子的头等舱其实现在已经不多间航空公司了，除了日籍2间日航全日空，然后再就是国泰，然后再新航、太航，只有很少数的飞机是有的。那澳洲航空，再来就是英航、德航、法航。美籍的话 ，AA 还有，但是 AA 也准备要全数的把头等舱它的777和321 Transcon 的头等要全面裁撤掉了，所以之后美籍就不会再有任何的 First Class 真 First Class 的产品了。欧籍那3间应该会继续，就是英航、德航、法航，那德航当然包含瑞士航空。韩亚航现在已经算是没有了啦，对，那 K1还是有头等舱的服务，中国籍的都还有，不过我觉得可能就拿来对比可能不是那么公平，因为他们的整个氛围跟这个可能就不太一样，对，所以还是那句话啦，就是这个产品还在，而且还有 serve 台北的时候，赶快来飞一下吧，对，这个是值得体验的，因为这个合并什么时候这个 OZ 就变成 K1了，我们也不知道嘛，对，而且380并不是 regular serve 台北，就你现在如果订之后的票显示的可能就777啊，或者是330之类的，所以你现在确定这时间还是380的时候，我觉得就可以来搭，就像大韩航空也会拿380飞台北吧。可是你看，本来预计是要飞，可是因为它洛杉矶要用380做增单，它就把5月还是几月之后的台北380就拉掉，改成787、10。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并不是一个固定 regular 会 serve 头等舱的点，所以你如果有机会搭，我觉得还是可以搭。那大韩的话，台北、香港都有机会，不过大韩就没有办法另外用加价的方式去做它那个380头等的位置在短程线上。可能留给自家高卡会员吧，所以那个可能就没办法。但韩亚航可以，因为它就是
叫做 Business Suite， 所以你买了 Business Class 的机票，那你不是最便宜的票，你用加价选位置就可以选这个位置。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如果你还没有体验过头等，这可能是你跟头等最近的距离，然后又最便宜的价格可以试试看的方式。好了，我后面就统一叫它假头等好了，好不好？我们就用这个名称，因为 Business Suite 就是它的正式名称啦，对，两个都可以。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来说说菜单的部分了。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酒单的部分。那韩亚航的商务舱的酒是蛮简单的，它的白酒、红酒都只有各一款。白酒的话是 Sauvignon Blanc 纽西兰的，对 Marlborough 产区，这个是不错的。红酒的话是法国的一支 Shiraz 的那个葡萄品种。那再来就是那些烈酒啊、甜酒或非酒精饮料的话，就是大同小异的，就都有。啊，这边也很奇怪，这跟大韩一样，这也有瓜巴 juice。奇怪，这个韩国人是有多喜欢瓜巴 juice？ 我不懂哎，就是这里也没有瓜巴啊，就这边就说一个好笑的笑话，因为韩国是不产芭乐的，以前啊，就小时候那阿姨回来在台湾玩的时候，她第一次吃到芭乐的时候，她很惊讶，她说：“你们台湾人为什么在啃树皮啊？那芭乐有树皮的味道。”我说我都笑翻。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到就是主餐的部分。今天前菜是黑松露番茄酱沙拉，对，然后主餐有2个选择，一个是爱尔兰式百里香炖牛肉，一个是辣椒酱熏制鳗鱼盖饭。如果好好比较的话，应该是要吃牛肉，可是这个鳗鱼盖饭看起来好像也不错。然后甜点是草莓奶油泡芙，然后咖啡跟茶。menu 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配置，很简单式的一个 style， 就这样子，薄薄的3张纸而已。好，这就是 menu 的部分。然后我们在前一集搭大海的时候跟大家介绍过，就是韩籍的那个 duty free 很厚嘛，阿徐安娜一样。你看我们用手指当对比，它这都是超级厚。我手是算蛮胖的，你看就是超级厚，这几页，像是我们的大韩是全彩啊，这也是233页，里面都是全彩印刷。韩籍真的是 duty free 都超级厚，不过它没有另外一本，它没有那个 Morning.com 那一本，然后这也是月刊哦，这本是 April 2025，所以每个月就要印这个这么厚的 duty free， 然后这是所有人经常也会有啊。说实在话，我是觉得蛮浪费的，因为一个月这样这个要印上万本吧。对，然后这么多，然后这用1个月就要丢掉了，因为它就是1个月1本，然后这么厚，这免税品利润真的有这么好赚吗？可以印到这么厚，光这个纸钱就很多哎。现在一般都不印这么厚的了，或者是印的比较简略一点哎。他们这真的是，我觉得是蛮疯狂的，就是免税品购物。对，所以这跟大韩一样。娱乐设施部分，我觉得是比大韩航空的要好。它有一些游戏，而且它操作起来是蛮顺畅的，就是没有什么卡顿状态。虽然这个380是蛮有年纪的，不过这个娱乐系统的话，操作起来的舒适度是不错的。上餐的速度很快，才刚起飞就马上餐送上来了。那这个桌子真的超级大，所以相较起来显得这餐食好迷你啊，对啊。但是就是商务舱的餐食啦，对，那所以这也更加证明了这个座椅的话，一开始设计一定是以头等规格设计的，否则如果就是服务商务舱的餐食，是不可能需要这么大的这个桌板的，所以应该是以前是确实是头等舱是没有错。那我今天点这是鳗鱼饭呢，因为我觉得还是点韩式食物好了。然后这是大蒜面包，然后这边刚好有那个干贝沙拉，然后一个草莓泡芙。那我点了一个 Sauvignon Blanc 的白酒。那韩亚航的话，它的 gochujang 就不是牙膏状的，它是这种更简单的包装，就是撕开的这种挤出来的包装。对啊，这个是韩式食物都一定会有这个东西。那也很多韩国人出国都会自己携带这个，就是任何东西只要挤上这个酱，就瞬间变成韩国味道了。那我们来试试看食物的口味吃起来如何。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干贝沙拉开始来试。干贝是蛮小的啦，而且它的沙拉
所以酱汁是调好在里面了吗？因为它没有其他的沙拉酱汁了。沙拉蛮奇特的，因为一般沙拉都会给一个那个酱汁嘛，油醋酱啊、千岛酱什么，它是完全没有。不过它这干贝本身是有咸味的，所以还是说就是有点起司，然后咸味，它就建议不搭配蘸酱吃，然后有一点点小番茄这样子，或许是一个吃法吧。那沙拉是没有蘸酱的。这样的话，主餐的话是鳗鱼的部分。对，那我们看看这个，先单吃一口鳗鱼看看好了。这是鳗鱼，鳗鱼是不错，跟日式风味不一样。再配一口白酒，这是Sauvignon Blanc Marlborough产区的白酒，绝对不会错了。面包部分，大蒜面包，面包还可以。甜点部分是一个草莓的泡芙，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大概就像这样，对，那我们来试一口。草莓泡芙内馅倒是不错，我觉得跟大韩的餐食比起来，这个有稍微弱一点，这个有稍微弱一点，这个应该就像，真不好意思这样说，就是像长荣的韩国餐，大概也像这样，就是这种等级的。你要说难吃是没有，但就是说很厉害，其实也好像还好。我们那边搭了另外这段那个从神户到首尔，它是更短的，那个航程只有1小时半。那么今天飞回台北是2小时快半，所以这样子来比起来的话，确实那些大韩的餐我觉得是比较好吃的。对，这个餐食是比那个稍微弱了一点。然后这个套房如果门关起来的话，从外面看就会是这样。那空间感真的是蛮大的，而且套房的门也算是就是会让你感觉很坚固了。啊，我看到这个床就会像这样。那今天的话，这12个位置的话，只有坐2个人，所以我这一侧的话都是空的，所以我可以很好的帮大家拍摄这个全景的样子。这个床放下平躺之后，就会是这样子的感觉。好，真的是非常的长，而且非常的大，而且这个就是，对，像这个当时设计这一定头等舱规格啦，因为这个商务舱不可能长像这样睡觉的空间。我们现在把门来打开。对，这个门是蛮重的，对。那走进来的话，就会像这样。那我们现在从正面，就从门的正面进来拍位置上面的样子，就会像这样。那我们现在实际来躺上来。哎呀，哇，这真的是非常的大哎！从里面看出去就会像这样，所以这个隐私性是相当不错的。然后这个门也真的是非常足够高，在里面真的是会很有安全感。那我给大家照一下脚的空间，就是我身高180躺下来的样子。我的脚其实离前面还有蛮长的空间的，这身高200公分的应该200公分应该也 OK， 因为这真的是。对，因为我头现在也没有，我现在头也还没有顶到最上面，所以这个真的是，如果是对那这样的话，你看这样子的话，这个翻身啊是一定没有问题的。对，这个绝对没有任何卡脚问题。这真的头等舱的大小是非常舒适的。因为短程线嘛，所以它并没有附枕头啊、被这种东西。不过，毕竟它是卖商务舱的价钱嘛，只多一个选位费用，我们就不要这么认真，对啊。它的那个座椅的预设模式就4种模式，就是平常的起飞模式、用餐模式、斜躺模式跟平躺模式。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的话就有个这个 seat 的 preset， 就像这样，就是起飞模式、用餐模式、斜躺模式、平躺模式。我刚刚就在这边一直回想，为什么今天我走进来，我会觉得就是感觉特别的宽敞跟特别大。也搭过很多真头等舱，我知道原因了，因为我上次搭一样是380，然后是头等舱的话是 ANA 的海龟，它一样是一排是121，但海龟只有8个头等，而且海龟的头等是放在2楼，所以那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1楼的这个宽度是比2楼要宽的，所以1楼整体还是比2楼大嘛。
那你一排一样是放121这样子的配置，那当然放在1楼，放在2楼，当然大小就会看上去就一定有差。所以难怪我今天走进的时候觉得，哦，特别的宽敞。那新加坡航空的那个头等也是在2楼，所以头等放在1楼的话，就是真的很大，而且它又有12个位置，所以这一区头等就显得特别的大。所以我当时一直在想说，我也不是第一次搭头等，为什么今天会觉得空间感好大？是这个原因啦。那当然，你其他机型就不用比了，因为其他机型的话，天生里面的空间就没那么大，那你一定没有这种宽敞的这种舒适感。对，那380才有这种特色，但是海龟的话是在2楼，所以没有错。所以这个 suite 的这个空间是比 ANA 的那个海龟头等要大很多的，因为它机子本身的宽度就宽嘛，所以当然里面可设计的东西当然就变得宽，所以它这个无论是长啊还是宽啊，都真的是非常大。其实这个个头小的这个位置睡2个人都不成问题，这真的是很大的一间 suite。所以当时真的是设计头等就绝对没有错啦，因为如果一开始就想要用 business 来卖的话，是不可能这样设计这么浪费的空间的。对，只是可能我不知道营运策略啦，可能头等真的不好卖或 whatever， 反正现在就是证明叫 business suite， 所以才更推荐大家就是用商务舱的价格加个选位费，就可以体验这样的产品，是蛮值得体验的。虽然航程很短啦，不过旅行嘛，就是有时候增加一些不同的体验，都是很愉快的事情。所以今天才特别录这一集帮大家介绍，赶快在趁 OZ 被合并之前搭一下最后的380喽。好，那就是今天关于这个 OZ 的头等舱商务套房的一个完整的记录。对，那等一下我们其实时间真的很短，就是今天这样整个这样玩了，其实也剩不到1小时，我们就要降落台湾桃园机场喽。前面的镜头上已经看到跑道了，蛮有趣的耶，就可以直接看到跑道，所以我们现在就对着跑道直直的飞过去。那我们对比一下现在窗外的风光。我觉得看这个前镜头比较有趣。那大家看到现在很清楚，我们现在就是前面有一大堆我们那个海边的那个风力发电的有没有要降落喽？哇，好清楚哦！哇，这真的好像在玩飞机游戏。哦，真的要降落了。23R。好了，平安降落哦。这380的着陆都是非常的稳，对。那我们就顺利的结束这一趟开心的旅程，下集影集再见喽。可以体验一些韩国的一些医美的一些器具，这也是蛮有趣的。所以我觉得这件是个很不错的首尔机场星空联盟的一个蛮好的选择。这边摆了一些新加坡当地的东西，然后这边是供应新加坡的食物。